結婚してください。いいけど。めちゃくちゃ浮気しますよ。やったー！是的，你没有看错，你绿我也爱你。NTR 算个什么？只要老子喜欢，各式各样的帽子咱天天换，都不带重样的。唉，这就是我最近补的只走肾不走心，既卖肉又毁三观的恋爱番。别人的恋爱都是甜甜的，他这个却是咸咸的，集集都能震撼我妈。当然，我也不敢当着我妈的面看。今天九九就带着大家看看人家的本愿他究竟是有多渣。故事发生在7月，我们的女主叫花火，清纯可爱，品学兼优，因此不乏很多追求者。但是她的统一回答都是：興味のない人から向けられる行為ほど気持ちの悪いものってないでしょ。这话说的也是够绝的，不喜欢也别伤害呀。其实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一直暗恋钟景老师。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呢，就是钟景，他是花火的国语老师，也是一路上陪他长大的邻家大哥哥。做人做事中规中矩，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老实人，却偏偏喜欢上了本番的头号渣女小倩。昨日金井先生としちゃった。这就有点东西了啊！在外人看来，小倩是一个清纯动人、温柔善良的音乐老师，其实真实的她是一个内心极度扭曲并且老少通吃的茶艺大师。就算知道她是个碧池，我们的男主小麦也喜欢她喜欢的不要不要的。这个黄毛呢，就是小麦，是个走肾不走心的渣男。だってあの子麦のこと好きじゃん。むしろなんでちゃんと振ってあげないの。麦は全然あの子のことそういう目で見てないじゃん。結局あの子のこと可愛いんでしょ。但是和小倩比，他也只不过是个弟弟。机缘巧合下，花火结识了小麦，两个爱而不得的人一来二去熟络了起来，关系也越发的暧昧。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迷？没关系，我给宝贝们整了个图。基于这种设定下，正片也就开始了。一个下雨天，花火被小麦带回了家，两个人开始了深度交流。这小车开的也是猝不及防呀。顔見えない。声もしない。私としてるって思われたくない。思わせたくない。集中。这操作也是绝了呀！掌还没鼓起来，就被一条短信打断了。哦，这能被短信打断也是我没想到的。短信是钟景发来的。花火看到短信笑了笑，这个表情让小麦选择了刹车，并且决定以后都不会再进行这种活动了。我信你个鬼！后来两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空虚寂寞，准备开始假性交往。所谓的假性交往，就是把对方当成自己喜欢的人，互相取暖。原本这4个人就已经够乱了，没想到小麦还有个青梅竹马。这个黄头发的妹子叫做海苔子，海苔喜欢称自己为最可，也就是最可爱的。她从小就把小麦当做自己的白马王子，为了成为小麦的女朋友，海苔可以说是时刻准备的。加上花火和海苔两个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咋地，这仨人也挺让人头疼。对了，小麦有个青梅竹马，花火也有个两小无猜。这个红头发的妹子叫早苗，是花火的闺蜜。她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喜欢花火。没错，这番还有百合桥段哦。这6个人到一起，活生生的组成了一组产业链。绿茶倩有个毛病，她喜欢抢别人喜欢的东西，来自同性的嫉妒心让她感到兴奋。一次，她从花火眼中发现了对钟景的爱意，于是钟景成了她的目标。这个钟景也是很迷，他喜欢绿茶倩，竟然是因为她有着和过世母亲一样的长发。哎呀妈呀，这番怕是没啥正常人了。另一边，花火和小麦也一直处于我就蹭蹭不进去的状态。这天，花火邀请早苗去自己家玩，早苗为了这次过夜还精心准备了一番。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シャンプーのいい匂い。今、私も同じシャンプーの匂いがする。えっちゃんの好きな人はどんな人？知りたいな。教えてよ。あ、もう。早苗最终还是没能把持得住，说出了自己的心意。花火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但是对方并不喜欢自己，所以才和小麦在一起。早苗表示她也愿意成为替代品。这份爱意让花火第一次意识到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很沉重。花火这边有了新情况，小麦那边也不甘示弱，她梦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下面发生了啥？宝贝们自己脑补吧。花火觉得和小麦在一起时，自己可以很放松，没有太多的顾虑。他脑袋里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自己是真的喜欢小麦多好。当然，如果小麦是个好人，这也许是件好事儿，但是他只是个永动机呀。
2个人运动完一起出去吃饭，恰巧遇到了绿茶茜和她新找的小鲜肉。果然渣女不甘寂寞，她还故意让花火为她保密，这女人简直绝了，我都快抑制不住我的族安魂了。这他喵的把别人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东西视为玩物随意践踏，这是人办的事儿吗？他这么说给花火听，无非就是想看到花火绝望的表情。第二天，花火和小麦再次讨论起这件事，结果小麦是这样说的：ただの元生徒だろ。なんか深夜呼び出されて相談にでも乗ってたんだって。呵呵，我就笑了。当時我和女主的表情是一样的，这男人真的分不清綠茶嗎？後來我發現我錯了。小麥回到家，回想起過去。さ、俺さ、本当は全部知ってんだよね。有些人吧，他明明是知道，但就是忍不住喜欢，宁可天天装傻。小倩原本是小麦的家教老师，在小倩一步步的骚操作下，小麦渐渐沦陷。不過人家的水平也確實是高，下面放一小段讓大家感受一下。啊，麦ちゃん、クリームついてるよ。舐める？いや、いいです。そっか。シャーペン落としちゃった。しょ。ごめん。浅香さすら計算なのか？佩服佩服。其实很早之前，小麦的启蒙学姐就提醒过他，当时他还比较稚嫩，不相信小倩真的是绿茶。后来他和学姐还特意去跟踪了绿茶倩，当时的绿茶倩正挽着大学教授的胳膊进了宾馆。这件事对当时的小麦打击挺大的，回家后床单都哭湿了，但是哭完后面对小倩，他反而更加着迷了。想到这里，小麦忍不住找到了启蒙学姐，鼓了个掌。现在我脑子里的问号一点都不比小朋友少。从上次不欢而散后，花火和小麦话越来越少。为了消除隔阂，花火主动出击，和小麦在学校天台做起了羞羞的事。虽然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这2人之间的对话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麦、他の人としたでしょ。しただろ。花火も。したよ。这和别人鼓完掌然后再一同鼓掌的行为真就那么刺激吗？我说哥们儿，真就不怕交叉感染？另一边，钟景和绿茶倩也开始了约会，毕竟人家钟景喜欢的只是头发。小倩在忽悠他上道的路上费了不少功夫，最后还是在某个酒店的某个房间干了点没羞没臊的事。小麦这边还是老样子，我只蹭蹭不进去。为啥他俩频频刹车呢？なんでできないのよ。なんでって。別に俺のこと好きじゃないからだろ。じゃあ好き。じゃあってなんだよ、じゃあって見てらんないよお前。我也看不下去了，不行就算了呗，干嘛非要轻贱自己呢？这次花火选择悬崖勒马，但是第二天绿茶倩的一句话再次扭转了局面。他和花火擦肩而过时，小声地说自己和钟景已经睡过，这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花火决定报复，想要迷恋小倩的人都为自己倾倒。2个人段位差这么多，花火真的能翻转吗？人家的本愿出自日本女性漫画家横江萌果之手，于2016年3月17日宣布动漫化。这里要说一下横江萌果这位漫画家，他的作品涵盖了成人向及以男性读者为目标的情色漫画，但是人家的本愿却是以面对男女双向读者创作的。最主要的一点，取材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他都经历了些什么？要是单纯的因为卖肉去看这部番呢，还真是有点可惜。这里面是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改变的故事。虽然这段故事建立在一段混乱的关系中，既然是人家的本愿嘛，在观看前我已经做好了毁三观的准备。与其说作品毁三观，不如说人物角色。整个番对人渣的爱情欲望表达得很直白，他将人性的阴暗毫无掩饰地暴露给观众。其实花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それで誰が傷ついても気持ちは奪ったり奪われたりするものじゃないよ。ましてやそんなことで満たされるなんて絶対にありえないよ。这可能是作者通过对人家的讽刺向我们表达的真正寓意。最后花火会如何反击？绿茶倩会不会自食其果？我们下个视频接着说。最后还要叮咛一下宝贝们，远离人家，珍爱生命，爱你们，